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你们介绍一本震撼心灵、启迪智慧的神奇之书《孤独的迷宫》。这本书的作者姓名是一位在心理学、哲学领域深耕多年，拥有丰富研究和实践经验的杰出学者。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为我们揭开了孤独这一复杂情感背后的神秘面纱。在我们开始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人生旅程中，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你身处繁华喧嚣的人群之中，内心却感到无比的孤独，仿佛自己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孤儿。这种孤独感如同一个无形的迷宫，让你迷失方向，找不到出口。或许你曾在深夜里辗转反侧，思考着生命的意义，却始终得不到答案。又或许你看着身边的人来来往往，却觉得自己与他们之间隔着一层无法逾越的鸿沟。其实，孤独并非个例，它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会面临的问题。正如作者姓名在《孤独的迷宫》中所说，孤独是人类永恒的伴侣，它如同影子一般，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然而，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不仅仅揭示了孤独的本质，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走出孤独迷宫的智慧之路。通过阅读这本书，你将学会如何与孤独共处，如何将孤独转化为一种强大的力量，从而实现自我成长和人生蜕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孤独的迷宫，开启这场震撼心灵的思想盛宴。一、孤独的本质，心灵的迷宫。孤独的迷宫首先深入探讨了孤独的本质。作者认为，孤独并非简单的无人陪伴，而是一种内心深处的空虚感和疏离感。它源于我们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可能是由于我们对自己的不认同，对他人的不信任，或者对世界的不理解。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孤独的产生与我们的自我认知、人际关系和世界观密切相关。自我认知方面，当我们对自己的身份、价值、目标和意义感到迷茫时，就会产生一种自我疏离感。这种自我疏离感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根基的浮萍，随波逐流，从而引发孤独。例如，一个在生活中迷失方向，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人，往往会感到孤独无助。人际关系方面，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满足我们社交需求、获得情感支持的重要途径。然而，如果我们在人际关系中遭遇挫折，如被朋友背叛、被爱人抛弃，或者与家人关系紧张，就会导致我们对他人的信任感降低，进而产生孤独感。就像作者姓名在书中提到的案例，一位年轻女子在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恋爱关系后，对爱情失去了信心，她开始回避与异性的交往，最终陷入了深深的孤独之中。世界观方面，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理解也会影响我们的孤独感。当我们觉得世界是冷漠的、无情的，或者我们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时，就会产生一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从而陷入孤独。比如，一些在异国他乡生活的留学生，由于文化差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可能会感到孤独寂寞。自我反思与认知重建，要走出孤独的迷宫，首先需要我们进行自我反思，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人生目标和身份认同。我们可以通过写日记、与自己对话等方式，深入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找到自己真正热爱和追求的东西。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不要过分苛责自己。例如，作者姓名建议我们每天花一些时间进行冥想，专注于自己的呼吸和内心感受，让自己的心灵得到片刻的宁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逐渐建立起与自我的连接，减少自我疏离感，改善人际关系。积极主动的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克服孤独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尝试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结识新朋友。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倾听和理解他人，给予他人真诚的关心和支持。在与他人交往中，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不要轻易对他人的行为和观点进行评判。例如，作者姓名在书中讲述了他自己的一段经历。他曾经因为性格内向，不善于与人交往而感到孤独。后来，他参加了一个志愿者活动，在活动中，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和合作，他逐渐克服了孤独感，并且学会了如何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培养积极的世界观，我们要学会用积极的眼光看待世界，关注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培养感恩的心态。我们可以每天记录下3件让自己感到幸福和快乐的事情，或者在生活中主动寻找一些让自己感动的小瞬间。例如，作者姓名建议我们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公园散步，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感受阳光的温暖和微风的吹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逐渐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减少对世界的疏离感。2、孤独的力量，心灵的觉醒。在孤独的迷宫中，作者姓名还强调了孤独的力量。他认为，孤独并非完全是一种消极的情感，它也可以成为我们心灵觉醒的契机。当我们学会与孤独共处时，
我们就能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潜能和力量。自我探索与成长，孤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处的空间，让我们能够远离外界的干扰和诱惑，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孤独中，我们可以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探索和自我成长。例如，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和作家，他们往往在孤独中获得了创作的灵感，实现了自我突破。内心力量的凝聚，当我们面对孤独时，我们需要调动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来应对这种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内心力量会得到锻炼和增强，我们会逐渐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决策和独立行动。例如，一些经历过孤独困境的人，他们在克服孤独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坚强、自信和勇敢。培养独处的能力，我们要学会享受独处的时光，把孤独当作一种自我提升的机会。我们可以安排一些时间进行阅读、写作、绘画、音乐等个人爱好活动，或者进行一些自我提升的学习，如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参加一个在线课程等。在独处中，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优势和不足，为自己的未来发展制定更加合理的计划。例如，作者姓名在书中提到了一位年轻的艺术家，他每天都会花几个小时进行绘画创作。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仅享受着孤独带来的宁静和自由，还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挑战自我，突破舒适区，孤独可以激发我们的挑战精神，让我们勇敢地走出舒适区，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和挑战。我们可以设定一些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如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学习一项新的技能等。在挑战自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极限，发现自己的潜力和力量。例如，作者姓名讲述了他自己的一段经历，他曾经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新的事物。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参加了一个户外探险活动。在活动中，他克服了种种困难，挑战了自己的极限，最终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这次经历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了孤独的力量，也让他变得更加勇敢和自信。培养积极的心态，在面对孤独时，我们要学会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相信自己能够战胜孤独。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一些励志书籍、观看一些励志电影、参加一些励志讲座等方式来激励自己。同时，我们也要学会从孤独中寻找积极的意义，把孤独当作一种成长的机遇。例如，作者姓名在书中提到了一位年轻的母亲，她在丈夫去世后，独自一人抚养孩子。在孤独和困境中，她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她相信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她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奋斗，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为孩子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3. 孤独的智慧，心灵的升华。孤独的迷宫最终将我们引向了一种孤独的智慧。作者认为，当我们能够真正的理解孤独、接纳孤独、运用孤独时，我们就达到了心灵的升华。这种孤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以更加超脱的态度看待人生，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对待他人，以更加坚定的信念追求自己的梦想。超然物外的心态，当我们经历了孤独的洗礼后，我们会对人生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感悟。我们会明白，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只能学会接受和放下。我们不再过分执着于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而是更加注重内心的平静和满足。例如，一些经历过人生重大挫折的人，他们在孤独中学会了超然物外，他们不再被世俗的欲望所束缚，而是追求一种更加简单、纯粹的生活方式。包容与理解孤独，让我们学会了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理解他人的感受和处境。我们不再轻易地对他人进行批评和指责，而是更加包容和宽容。我们会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孤独和痛苦，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寻找自己的幸福和快乐。例如，作者姓名在书中讲述了他与一位陌生人的一段对话。这位陌生人向他倾诉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困惑。作者姓名在倾听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了他人的孤独和痛苦，也更加坚定了他要帮助他人走出孤独的信念。追求梦想的坚定信念。孤独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梦想。当我们明确了方向后，我们就会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我们不再畏惧困难和挑战，而是勇敢地面对一切。例如，一些伟大的企业家、科学家和政治家，他们往往在孤独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并且以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培养超然物外的心态，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哲学书籍、冥想、瑜伽等方式来培养超然物外的心态。我们可以尝试着放下对物质的追求，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追求一种更加简单、纯粹的生活方式。例如，作者姓名建议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多做一些让自己感到快乐和满足的事情，如散步、听音乐、阅读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逐渐减少对物质的依赖，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学会包容与理解，我们要学会尊重他人的差异，理解和接纳他人的观点和行为。我们可以通过与不同的人交往，参加一些文化交流活动等方式，
来拓宽自己的视野，增强自己的包容性。例如，作者姓名在书中提到了一位年轻的志愿者，他参加了国际志愿者项目，在异国他乡，他与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和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会了包容和理解，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孤独的智慧。坚定追求梦想的信念，我们要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梦想，并且制定出合理的计划去实现它。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目标分解成一个个小目标，然后一步一步地去实现。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我们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不断地鼓励自己。例如，作者姓名讲述了他自己的一段经历，他曾经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在他刚开始写作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然而，他始终没有放弃，他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尝试，最终成功地出版了自己的书籍，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通过对孤独的迷宫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孤独。它让我们明白，孤独并非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心灵成长的契机。当我们学会与孤独共处时，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自己，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和潜能。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我们常常被各种琐事和压力所困扰，孤独感也变得越来越强烈。然而，孤独的迷宫告诉我们，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面对孤独，不敢接受孤独的挑战。只要我们勇敢地迈出第一步，积极地探索和尝试，我们就能找到走出孤独迷宫的道路。最后，我想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吧！阅读《孤独的迷宫》，去感受书中那些充满智慧的文字，去思考孤独的意义，去探索自我成长的道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会发现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同时，我也想给大家分享2句话：一、孤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让我们更加珍惜与他人的相处，更加热爱生活。2、记住，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孤独只是你心灵深处的一位朋友，他会陪伴着你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让我们一起在孤独中寻找力量，在孤独中实现自我超越，在孤独中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谢谢大家。